朋友们，如何才能去打破那些一直以来折磨着我们的顽固习性呢？如果你能坚持按照今天我分享的这几个步骤去练习，那我可以保证你一定会从旧有的习性中解放出来，迎来一个全新而又美好的自己。好，话不多说，首先，打破我们顽固习性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承认它只是一个习性，而并非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向内去探索，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习性呢？这个习性正在试图保护我什么？当我们了解并看清楚了这个真相以后，才可以真正的找到另外一种不那么孤立和偏激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以此呢来替代现有的正在折磨着我们的习性。我们要看见的是自己潜意识当中的某一部分正在执行着这个习性。要看见，尽管我们的理性头脑有着很强烈的想要改变这个习性的意愿，但是我们的一些无意识部分却仍旧想要保留它。好，现在请友善地去承认和允许它这样做，放下一切和它的对抗，还有对它的评判，承认它并不是我们的敌人，承认它其实是我们的朋友，承认它只是在试图保护我们，因为他认为这个习性对我们有好处。这就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步，对一个真相安静不带评判的接纳。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第二步，和我们的潜意识沟通。请充满尊重和感激地去问问他，请问你想以这个习性来为我做些什么呢？你想要以这个习性来保护我什么呢？注意，务必不要急着去得到答案，这并不是一个限时作答的题目，我们需要耐心且安静地等待。一定不要去听迅速出现在你头脑当中的答案，因为那是你的头脑、你的认知在回答你，并不是来自于你无意识的部分。所以我们要等那个从内在深处浮现出来的答案。这个答案可能会以文字、画面，甚至是感受的方式出现。我们可以多次地向潜意识进行提问，然后完全地保持开放，给它足够的时间。也许你会看到这个习性正在帮助你感受到自己的力量，甚至权威感，或者它正在帮助你免于面对和处理一些不舒服的局面，正在试图让你保持安全，免于竞争。或许它正在保护你免受痛苦、恐惧，还有空虚感、挫败感的折磨等等。如果用心体会，你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童年时期，来自于一个小孩子的感受，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但是现在这个练习正在让你对此有所觉知和了解，它会让你清醒地看到一个你一直都在厌恶和痛恨的习性在无意识的层面所为你做的一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步，那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这个习性究竟会让我们付出怎样的代价呢？也许它正在让我们与外界隔绝，让我们变得孤僻，或者它正在给我们带来一些不舒服的身体感受。也许它带来了悲伤、抑郁和愤怒，也许它让我们失去了朋友和潜在的爱，也许它正在限制我们随性自然的表达，让我们得不到滋养，让我们的能量不断地被削弱，无法体验满足、放松和愉悦的感觉等等。请将这个习性的利弊逐一地列举出来，你可以在纸上把它们写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见这个习性所牵扯到的一切，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了。如果利大于弊，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地保持这个习性，完全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有意识地去使用它，而不是允许它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无时无刻地占领并且运转着我们的生活。如果弊大于利，注意，和我们平时一定要去做些什么来对抗自己的习性正相反。在此处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就足以让一个习性的能量自动的消散。只是每次对它深深的洞见和觉察，不再无意识的认同于它，那么它就会自动的消散。这就像是你把手伸入火中，一旦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个行为是有害的，那么你还需要去努力地做些什么来放下它吗？当然不需要。这个行为习性会自动地消除，并且你也不会再次的重蹈覆辙。现在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那就是找到一个其他的方式来弥补之前的习性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当然了，如果我们仍旧认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还需要这个好处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替代方式。比如，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潜意识的需求是获得更多的自信，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去回忆自己生命中所做到过的一切，回忆自己所有的成就，所完成的一切事情，事无巨细，不分大小，尽量都把它们清晰地罗列出来。同时可以想象父母是多么的为我们自豪，即便他们未露声色。这不重要，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替代平时无意识地认同头脑里的自我贬低和自我否定的无意识习性。再比如，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内在需要的是感受到更多的爱和接纳，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去回忆所有曾经爱过自己和肯定过自己的人，去回忆自己所有被赞赏的时刻，去搜寻自己生命中的角角落落，回忆尽可能多的正向的瞬间。它们都是头脑轻易就会忘记的瞬间，因为我们的头脑永远都是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进展不顺利的错误或者外界的负面评价之上。这就是为何在100个人中，有99个人都在夸你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愉悦，往往会轻易地被其中一个人的诋毁和否定击溃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调动自己注意力的焦点，这样才不会受控于无意识的习性。当我们刚开始在顽固的习性中实修时，可能会发现这些习性经常会反反复复地袭来。这很正常，毕竟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曾经受控于它们，所以它们当然不会立即就消失。但是一旦我们捕捉到它们又回来了，请立刻在当下对自己说：停下，这是我过去的习性，它与我当下的现实毫无关系。这样的觉察会彻底打乱旧有习性的模式。好，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部分来了，那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习性之后，请立刻去做一点与这个习性截然不同的事情，持续如此。例如，如果我们捕捉到了自己过去郁郁寡欢、悲观失落的习性再次出现时，那么你可以选择立刻让自己站起来，大声地哼一首歌，或者干脆跑到浴室去冲一个热水澡。你甚至可以想象着这个习性被冲洗掉了。当然，如果你是在公共场合，那也可以选择主动地去和身边的某一个人来讲一件让自己自豪开心的事，或者去开一个善意的玩笑。如果你意识到的是自己习惯性的愤怒又出现了，那么你可以让自己去对着镜子微笑1分钟，或者放一首音乐，然后随之起舞。你也可以去跑步，哪怕只是全然地做几次深呼吸。总之，去做一些你之前深陷于这个习性之中完全不会去做的事情。这就叫反着来，它会让你的头脑非常的不适应，它会打乱以往习性的流程。尽量充满创意地去做吧，这是一种可以帮助你摆脱头脑的掌控，重新回到主人位置的绝妙方式。最后一定要记得，永远不要因为你旧有的习性而评判自己，因为评判会让你错过生命的真相和重点。评判会让你无法清晰地看到习性背后运作的机制。虽然我们的习性是无意识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自有它自己的原因。
找到它，看清它，把你的意识带入到你的潜意识之中，那么潜意识就将不再支配你的命运。那时你将变得内外如一，你的生命就将获得重建。明白了吗？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